预感与第六感，人类真的能感知未来吗？宇宙回声，大家好，欢迎来到宇宙回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可能会颠覆你对时间和感知的认知。你有没有想过，人类真的能提前看见未来吗？先别急着说不可能，咱们先做个小调查。屏幕前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某天早上出门，心里突然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特别不安，结果到了公司才知道家里不小心漏了水。或者晚上做梦，梦到和很久没联系的朋友在小学门口聊天，结果3天后，这位朋友真的突然给你打了电话，说他刚好回了老家，路过了小学门口。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到底是偶然撞对的巧合，是大脑太累产生的幻觉，还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种能连接现在和未来的神秘开关？今天咱们就从科学案例到假说，一点点揭开这个谜题。第一部分，科学眼里的第六感到底是什么？首先，咱们得先明确一个概念，在常规科学体系里，人类的感知系统是很清晰的，视觉让我们看见色彩，听觉让我们听见声音，嗅觉分辨气味，味觉尝出酸甜，触觉感知冷热。这五感就像我们和世界互动的5条通道，所有信息都通过这5条通道进入大脑，再被加工成我们能理解的内容。那大家常说的第六感又是什么呢？其实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通常指的是超出这五感之外的感知，比如没理由的直觉，对危险的预判，还有咱们开头说的预知未来的感觉。对于这种超常规感知，神经科学家首先给出了一个理性解释，所谓的第六感其实是大脑偷偷加班的结果。什么意思？咱们的意识其实分2种，一种是显意识，就是你现在能主动思考的部分，比如我要讲完这一段。还有一种是潜意识，它就像大脑的后台程序，会悄悄收集那些你没注意到的细微线索，然后在一瞬间完成运算，最后把结果以直觉的形式抛给你。举个例子，你和一个朋友聊天，他嘴上说我没事，但你潜意识里其实注意到了他的手指在不停搓衣角，眼神总往别处飘，说话时语速比平时快了1倍。这些细节你没刻意去记，但潜意识已经把它们整合起来，告诉你他在撒谎。这种情况下，你的直觉其实是大脑理性运算的结果，只是你没察觉到过程而已。这个解释听起来特别合理，也能覆盖大部分日常第六感场景，但问题来了，它没法解释那些精准预知未来的案例。比如一个人从来没去过某个地方，却在梦里清晰地看到了那里的布局，半个月后去旅游，发现和梦里一模一样。再比如有人提前几天就预感某趟航班会出事，坚决退票，结果那趟航班真的遭遇了险情。这些案例里没有可收集的细微线索，大脑再怎么加班运算，也不可能算出还没发生的事。那这些案例又该怎么解释呢？第二部分，那些让科学家头疼的真实预感案例。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几个真实发生过，至今还让学界讨论不休的预感案例。这些案例不是道听途说的传说，而是有明确记录，甚至有证人的事件。第一个就是美国前总统林肯的死亡之梦。根据林肯的妻子玛丽托德回忆，在林肯遇刺前大约10天，林肯曾跟他讲过一个奇怪的梦，梦里他走到白宫的走廊，听到很多人在哭，他顺着哭声走到一个房间，看到里面放着一口棺材，棺材上盖着美国国旗，周围站满了悲伤的人。他问旁边的人谁去世了，对方告诉他是总统，他被暗杀了。当时林肯只把这个梦当成一个普通的噩梦，
没太在意。可没想到1865年4月14日，林肯在福特剧院看演出时，真的被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刺杀，第二天就去世了。而他梦里白宫的场景，盖着国旗的棺材，和后来真实发生的悼念场景几乎完全一致。这个案例被记录在林肯传里，还有多位白宫工作人员能佐证林肯曾提起过这个梦，绝非后人编造。第二个案例是泰坦尼克号的退票潮。1912年4月10日，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南安普顿起航，开启它的处女航。在起航前，有不少已经买了船票的乘客突然以心理不安为由退了票，其中最有名的是英国企业家乔里·奥昆纳。奥昆纳原本计划和家人一起乘坐泰坦尼克号，但出发前几天，他突然强烈感觉这趟船会出事，甚至说服了自己的朋友也一起退了票。结果大家都知道，泰坦尼克号在4月15日撞上冰山沉没，船上2224名乘客和船员中，超过1500人遇难，而那些因预感退票的人，幸运地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来有人统计，当时主动退票的乘客比同期其他邮轮的退票率高出了3倍多，总不能这么多人都巧合地觉得不安吧？除了这些名人大事件，普通人的生活里也有很多让人细思极恐的预感成真事件。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分享，他大学时某天上课，突然特别想念远在老家的奶奶，那种想念不是普通的牵挂，而是心里发慌，总觉得要出什么事。他甚至忍不住在课堂上哭了起来，立刻给家里打了电话。结果电话接通后，妈妈告诉他，奶奶当天早上出门买菜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刚好在他打电话前几分钟被送到了医院。他后来算时间，自己开始心慌的那一刻，正好是奶奶摔倒的时间。他远在几百公里外，没有任何渠道提前知道奶奶的情况，可那种预感却精准到了分钟。这些案例如果单独看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巧合，但当类似的案例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人身上反复发生时，我们就不得不问，这背后是不是真的藏着一种我们还没发现的感知能力？人类的大脑会不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厉害，甚至能突破时间的限制？第三部分，科学家提出的3种未来感知假说，哪一个更可信？面对这些无法用常规科学解释的案例，科学家们没有回避，而是提出了几种很有意思的假说。这些假说目前还没有被完全证实，但每一个都基于现有的科学理论，不是凭空猜想。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3种。第一种叫潜意识信息整合升级假说，这个假说其实是对咱们第一部分说的大脑加班理论的补充。他认为我们的潜意识不仅能收集当下的细微线索，还能捕捉到一些未来的间接信号。这些信号不是未来直接传来的消息，而是基于现有规律的精准预测。比如有人预感家里会出事，可能是因为他出门前潜意识注意到窗户没关严，煤气阀好像没拧紧，但他当时没在意。可潜意识已经根据天气预报说今天有大风，煤气阀没拧紧会漏气，这些信息算出了可能出事的结果，最后以心慌的形式提醒他。再比如有人刚想起朋友就打电话来，可能是因为他潜意识里记得朋友之前说过这周会联系他，今天是朋友发工资的日子，他可能会约人吃饭。这些信息整合起来，让他先想起朋友，而朋友的电话只是刚好在这个时间点打来了。这个假说的核心是没有真正的预知，只有没被察觉的预测。它能解释一部分日常预感，但还是没法解释林肯的梦。泰坦尼克号的退票潮，毕竟林肯不可能提前知道
有人要暗杀他。那些乘客也没法预测冰山会在哪个时间点撞上船。第二种假说就更科幻了，叫量子意识假说。这个假说的提出者是英国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他可不是什么名科，而是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顶尖科学家。彭罗斯认为，人类的意识不仅仅是大脑里神经元放电的结果，而是和大脑里一种叫微管的结构有关，而这种微管能产生量子效应。什么是量子效应？简单说，在量子世界里，粒子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位置，也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相互影响，这就是咱们常说的量子纠缠、量子叠加。彭罗斯认为，如果人类的意识本质是量子层面的，那它就有可能突破宏观世界的时间限制，接收到来自未来的量子信号，然后以预感、梦境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个假说听起来很颠覆，但它有一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实验能直接证明意识和量子效应有关。大脑的结构太复杂了，我们还没法在活着的人脑里观察到微管的量子行为，所以这个假说暂时还停留在理论阶段，没法被证实，也没法被推翻。第三种假说更像是从时间本质入手，叫快宇宙理论延伸假说。这个假说基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对论告诉我们，时间的流逝其实是相对的。比如一个人在高速运动的飞船上，他感受到的时间会比地球上的人慢，这就是时间膨胀效应。而快宇宙理论则认为，时间其实不是一条从过去流向未来的直线，而是像一块完整的面包，过去、现在、未来其实早就同时存在在这块面包里。我们感受到的时间流逝，只是我们的意识在沿着面包的切片移动。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那预知未来就有了可能。有时候我们的意识可能会不小心偏离了正常的切片，跳到了未来的切片上，看到了未来的场景，然后又跳回来，把看到的内容变成预感或梦境。就像你在看一本书，本来按顺序从第1页看到第10页，突然不小心翻到了第20页，看到了后面的剧情，然后又翻回第10页继续看。对你来说，第20页的剧情就是未来，而你提前看到了它。这个假说的好处是，它基于已经被证实的相对论，逻辑上是自洽的。但问题在于，我们还没法证明快宇宙理论是对的，时间到底是流动的还是静止的，至今仍是物理学界争论的焦点。所以这个假说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这3种假说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局限，它们没法完全解开预感的谜题，但至少告诉我们，人类对自身感知的了解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以为的不可能，也许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找到正确的打开方式。第4部分，不止人类，动物的第6感可能比我们更强。其实不止人类有预感，很多动物也展现出了惊人的未来感知能力，而动物的这些能力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第6感可能不是一种超能力，而是一种生存本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动物预知自然灾害。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前，很多沿海地区的人都看到了奇怪的景象。原本在海滩上觅食的螃蟹、海龟，突然集体向内陆爬。森林里的大象，不管是野生的还是圈养的，都疯狂地向高地奔跑。就连平时温顺的宠物狗猫也变得焦躁不安，不停吠叫、挠门，想把主人往屋外拉。而当时的人类，除了少数科学家通过仪器监测到地震，大部分人都没意识到危险，还在海滩上晒太阳、游泳。结果海啸袭来时，那些提前逃跑的动物存活率远高于人类。后来科学家研究发现，动物之所以能提前感知自然灾害，
是因为它们能接收到人类感知不到的信号，比如地震前地壳释放的次声波，频率低于20赫兹，人类耳朵听不见，但很多动物能听见。海啸前海水磁场的微小变化，大气压力的波动等等，这些信号对人类来说不存在，但对动物来说就是危险即将到来的警报。再比如狗狗的疾病预警能力，很多养过狗狗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家里人生病前，狗狗会变得特别粘人，比如不停地舔主人的手，趴在主人的胸口，甚至在主人要发病时，比如癫痫、心脏病发作，用叫声或动作提醒主人。科学家研究发现，狗狗的嗅觉能分辨出人类血液中疾病相关的化学物质变化，比如人在癫痫发作前，血液中某些激素的浓度会发生改变，狗狗能通过嗅觉察觉到这种变化，然后做出反应。动物的这些能力其实和我们说的第六感很像，它们都是超出常规感知的预警，而这也给我们一个启发，第六感可能不是人类独有的，而是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为了生存而发展出的额外感知能力。只不过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更依赖理性思考和工具，慢慢弱化了这种本能感知，但它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偶尔会冒出来，变成我们所说的预感。第五部分，我们能训练自己的第六感吗？听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如果第六感真的是一种潜在能力，那我们能不能通过训练让它变得更灵敏、更准确？就像健身能练出肌肉一样，我们能不能练出更强的预感？关于这个问题，一些心理学家和冥想研究者做过相关的探索，他们发现，通过一些方法，确实能提高我们对潜意识信号的敏感度，让第六感更清晰。这里有3个简单的方法，大家可以试试看。第一个方法是记录梦境和直觉。很多人的预感会出现在梦里，或者以一闪而过的直觉形式出现，但因为没及时记录，很快就忘了。你可以准备一个直觉笔记本，每天早上醒来后，花5分钟记录下昨晚的梦，不管梦有多零碎、多奇怪。平时如果突然有什么直觉，比如今天别走那条路，这个人和我合不来，也立刻记下来，然后过一段时间回头看，看看哪些直觉或梦境成真了，慢慢就能找到自己直觉的规律，也能更清楚地分辨真正的预感和胡思乱想。第二个方法是练习专注和放松。咱们之前说过，第六感藏在潜意识里，而当我们的大脑被焦虑、杂念填满时，潜意识的信号就会被掩盖。冥想就是一种很好的清空大脑的方法，你可以每天花10到15分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闭上眼睛，专注于自己的呼吸，不去想任何事情。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很难，脑子里全是杂念，但坚持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自己能更容易地静下心来，也能更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内心的细微感受。这些感受其实就是潜意识在给你传递信号。第三个方法是多观察，少判断。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潜意识的信号，是因为我们太急于用理性判断。比如你看到一个人，潜意识里觉得他有点不对劲，但理性立刻会告诉你别瞎想，你又不认识他，然后就把这个信号压下去了。其实你可以试着多观察，少判断。比如走在路上，多留意周围的环境，风吹过的感觉，周围人的表情，声音的变化，不用刻意去分析，只是单纯的感受。慢慢你会发现自己能捕捉到更多细微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就是潜意识整合预感的原材料。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训练第六感不是为了预知未来的彩票号码，也不是为了靠预感做所有决定。
而是为了更好地倾听自己的内心，让潜意识的信号成为我们理性判断的补充。毕竟第六感再灵敏，也有出错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结合现实情况，理性的做选择。未来藏在每一次直觉里。好了，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预感和第六感的话题，从科学解释到真实案例，从量子假说、动物本能，再到训练方法，到最后我们可能还是没法给出一个绝对的答案。人类到底能不能感知未来？第六感到底是潜意识的推理，还是来自宇宙的信号？但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预感和直觉让我们意识到人类的感知比我们想象的更广阔。时间和未来可能也不是我们以为的一成不变，未来或许不是完全隐藏的，它更像是一片海洋，而我们的第六感就是那偶尔涌到岸边的浪花。它提醒我们，除了用眼睛看，用耳朵听，我们还可以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最后，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你有没有过预感成真的经历？那个经历是什么样的？是让你躲过了危险，还是让你感受到了冥冥中的连接？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也许你的故事就是解开第六感谜题的一块小拼图，也是宇宙在对我们说的一句悄悄话。今天的宇宙回声就到这里，下期我们将继续探索那些未知的奥秘。别忘了点赞、关注，和我们一起倾听宇宙的声音。咱们下期再见。